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用女朋友的笔记本办公，我看到搜索栏里的一连串记录，怎么把男朋友的婚前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，收多少彩礼才能让他珍惜自己？如果男朋友做婚前财产公证，我是不是该提分手？如果我假装分手，他会不会为了挽留我加高彩礼？我过生日，富二代男朋友打算送我纸折小星星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收藏夹里是他发布的帖子，出主意的网友一堆，全都是教他怎么从男朋友手里撬房产和财产的。有人直接用提款机来称呼自己的男朋友，沾沾自喜地分享成功的经验。我沉默着点燃一根烟，在搜索框里直接输入一行字：如何把现女友变成前女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人30，身不由己，家里催婚催得紧。我向交往2年半的女朋友求了婚，一向温柔体贴的她却迟迟不肯答应。我以为是女孩子矜持，想要水到渠成的爱情，可就在我化身纯爱战神，想要满足她的爱情幻想时，却发现她不过是想要一个纯种提款机。老公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女友江晴晴从后面抱住我的脖子，探过头来看我手上的动作，当然是给你折小星星啊。我叼着根烟，手上动作没停，几下就折好了一颗粉色的星星。男人的手粗笨，我也是在浪费了很多彩纸后才找到了窍门。折这个做什么？江晴晴的长发缠在我颈间，脸上带了些疑惑。都说老夫少妻，江晴晴比我小8岁，在我眼里她正嫩着。我转过身亲了她一口，揽住她的腰轻揉了下。这不是你快要过生日了吗？想送你个礼物。哇，老公，你可真好。江晴晴抱住我，满脸感动。不过，老公，你是不是还忘了什么？她刻意提醒道。还有什么？等你过生日时就知道了。我故作神秘地道。最近江晴晴在跟我闹脾气，她想把我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到她的名下，说是一想到两人间的差距，她就充满了不安。可这套房产是我爸妈给我全款买的，我要是把房产过户过去，爸妈那边不好交代。听到我的拒绝后，他老大不高兴。难得我耐着性子哄了几天，他终于又阴转晴了。不过这一回倒是鼓动着我卖房子。你爸妈买的那套房子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，不方便吗？亲亲老公，等咱们把这套房子卖了，结婚后在公司附近买套小3居，孩子上学的户口也能搞定了。江晴晴长得漂亮，撒娇时让人的心也跟着痒痒的。但是我的这套房子在市中心的位置，还有升值的价值。江晴晴一个小姑娘，到底是想得不够周到，接二连三地拒绝她。我怕她心里有疙瘩，干脆买了她最喜欢的奔驰 GLC， 把车钥匙埋在了装星星的瓶子里，就当是给她的赔罪和惊喜。虽然离她的生日还有10来天，我早早就订好了一家西餐厅，人均上千的餐位费，除了我和江晴晴2人，还有她的一众闺蜜。然而在订完位后，江晴晴脸上并没有高兴的神色，平时温柔小意的她像吃了炸药。何超，你有病吧？都说了不要乱丢拖鞋，你怎么丢的到处都是？还有牙膏，用完放回原位，你把我的护肤品都打乱了。何超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你就开始做起来了。她一边说着，还一边哭上了。我默默地看了眼就在身前的拖鞋，咽下了江晴晴无理取闹的话。宝宝，都是我不好，还有什么意见你提出来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单手揽住她，一边帮她擦眼泪，一边哄她。
我能有什么意见？我敢有什么意见啊？我爸妈穷得在地里刨食，你爸妈住别墅开宝马，就算我有什么意见，我怎么敢说？他一边哭一边打嗝，那模样要多委屈有多委屈。我知道你爸妈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可是何超，我要不是为了你能受这么多委屈，我想给自己要点保障，有什么错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不肯把房子给我，就是跟你爸妈一条心，合起伙来欺负我这个外人。他抹了把眼泪，恶狠狠地说：何超，我受够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以往我跟江晴晴闹再大的矛盾，他都没提过分手。在我眼里，江晴晴还是如初见时一样，是个乐观开朗温柔的小姑娘。那会儿她大二，来我们公司实习，给我当过几次翻译。小姑娘总是笑得眉眼弯弯，主动跟我们的客户维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到最后，就连一向爱刁难的客户提起她，都要竖起大拇指来。我本来对她就存了几分欣赏，后来听说她家庭条件不好，这个实习机会也是学校的特殊关照。爸爸卧病在床，妈妈守着几亩薄地，弟弟还小，家里的重担有一大部分压在了他的身上。可以说，江晴晴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上大学，算是励志的代表。知道她的原生家庭情况后，我对她的关注又多了几分怜惜。平时有意无意地对这个小姑娘多加照顾，时间久了，小姑娘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崇拜和欢喜。她主动向我表白：何副总，我喜欢你，我的家庭条件不错，自己本身也拿得出手，追我的女人有不少，但真正让我动心的也就一个江晴晴。江晴晴有活力，带着校园女孩的单纯，对我好时更是掏心掏肺的好。我愿意接受她的那些小脾气，也愿意宠着她。交往2年多，我几乎包揽了她的衣食住行，小到包包服装，大到手机电脑，别人女朋友有的，我都会尽量满足她。这2年里，我也算是付出了金钱和真心。可现在，曾经的小姑娘居然提了分手，我开始反思，为什么曾经开朗温柔的小姑娘承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？还是我这个男朋友做得太失职，才让她不愿意踏入爱情的坟墓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江晴晴把我赶到了客厅睡觉。何超，我觉得我们有代沟，在你想明白之前，我们分开睡。江晴晴说完，直接关上了卧室的门。平白被人骂了一顿，我心里也窝着火，半夜睡不着，我直接拎过电脑来办公。这台笔记本还是我买给江晴晴的毕业礼物，密码设的她的生日。等打开笔记本，正打算查点资料，一连串的搜索记录跳了出来。怎么把男朋友的婚前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？收多少彩礼才能让他珍惜自己？如果男朋友做婚前财产公证，我是不是该提分手？如果我假装分手，他会不会为了挽留我加高彩礼？我过生日，富二代男朋友打算送我纸折小星星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一条条记录太过扎眼，我的手都在抖，整个肺部都要气炸的感觉。亏我在认真反思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到位，惹江晴晴不开心了。谁知道不是我把她当外人，是她把我当外人。冷着脸点开浏览记录和收藏夹，里面有好几篇文章，显然是她匿名发布的。在文章下出主意的网友一堆，全都是教她怎么从男朋友手里撬房产和财产的。有人直接用提款机来称呼自己的男朋友，沾沾自喜地分享成功的经验。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浏览量居然上百万。快过生日了，富二代男友打算送我纸折小星星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？
文章有配图，是女友趁我睡着时拍的合照。照片里的她画着精致的淡妆，我见犹怜。倒是我，因为刚加完班，睡觉又不顾及形象，居然被她拍出了美女与野兽的既视感。照片虽然做了模糊处理，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谁。文章下面已经盖起了高楼。不是，姐妹，你男朋友几岁？我15岁以后就不收小星星了。这男的空手套白狼，恐婚的我更加清醒了。男人还真是没有好东西，得到了就不珍惜。救命！这年头连死抠男都有女朋友，我是不是该擦亮眼睛？还好我宁可当大龄剩女，也绝不将就。姐姐好美，没必要将就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文章热度很高，女友也在评论区上蹿下跳地回复各色网友。没办法，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要走完。爱情没了，但是面包可以。姐妹精辟，哈哈！提款机受教了。最令我心寒的是，网上那么多恶评，江晴晴没有为我辩驳过一句，她跟着那些人一起把我踩在泥地里，骂我舔狗。一个男人只有10块，肯为你花10块，那是真爱。一个男人身家1000万，哪怕为你花100，也不值得被爱。谢谢姐妹，我已经看开了，男人都一个样。看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评论，我直接气笑了。我沉默着点燃一根烟，在搜索框里直接输入一行字：如何把现女友变成前女友。江晴晴第2天起床，一打开卧室门，就看到躺在沙发上的我。她冷着脸哼了一声，就钻进了厨房。我知道她在等我哄她。换作以往，我肯定低三下四的哄她，还要给她买衣服和包包，让她消气。可这会儿，我突然摆烂了。一个不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女人，说再多都是白搭。更何况我还有口气没出。想起昨晚在搜索记录里看到的内容，我直接揉了揉眉心，笑着开口：昨晚我妈打电话说让我陪你去你家一趟，商量一下彩礼的事。江晴晴听到这话，果然竖起了耳朵。不过她还是傲娇的开口：哼，臭何超，我都没答应嫁给你，你去我家做什么？这不是我跟我妈说了一下你家的情况，我妈心疼你受了这么多苦，想要多给点彩礼，也好替你向你爸妈尽尽孝。你妈想出多少？江晴晴听到这话，赶忙出口问道。她又觉得自己不够矜持，直接又闭了嘴，一双眼睛水汪汪、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心里冷笑了一声，手却伸出个疤来。江晴晴只看了一眼，就不屑地转过头去。才18万，我们同村的姐妹还收了20多万的彩礼呢，不是18，是80。我纠正道。什么？江晴晴不可置信般地瞪圆了眼。何超，你没有骗我吧？果然幸福来得太快。江晴晴也没想到我会愿意出80万娶她。宝宝以前这么辛苦，我当然要好好补偿你。我随口哄道，几句大话就把江晴晴哄得团团转。难怪是个女人都爱渣男，上下嘴唇一碰的事，她也敢信。听着江晴晴在卧室里兴奋地跟她爸妈打电话，我就想笑。是真的，何超说愿意出80万，没听错。哎呀，他虽然有点抠，但这些年说出的话都能做到，不可能骗我。给弟弟买房，不是80万还不够。我假装听不见，在手机上浏览起江晴晴发的帖子来。就在刚刚，江晴晴打电话之前，就在一篇名为“假装分手，测男友真心”的帖子下发了最新更新。信女前来还愿，昨晚提分手，今天彩礼加到80万，是真爱没错。姐妹们快来送上祝福。帖子底下有酸的，有替帖主高兴的，
还有打算假装分手试验男朋友真心的各种言论，热闹得很。其中一条评论很扎眼，转眼消失在评论区里。这么贵，镶钻了不成？我反手点了个赞。江晴晴打了很久的电话，从卧室出来，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的脸上带了些不自然。何超，我爸妈想见你一面，咱们这2天收拾一下，你跟我回趟家吧。行，我应了一声，又补了一句，去的时候把我那2瓶价值2万的人参酒给你爸拿回去，给老人家补补身子。江晴晴啪叽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老公你真好。江晴晴的老家是个小山村，村子不大，从村东走到村西10几分钟就能转完。哪家有屁大点事，不出几分钟就能传遍全村。我一回去，各家各户都露个脑袋出来，说起来就是老江家那个80万的女婿回来了。好家伙，人刚到，这外号就到位了。为了在山村里立住人设，我是见人就发好烟，把一伙长辈唬得团团转。江晴晴见我给她正面子，挽着我的胳膊，一副小鸟依人的乖顺模样。等到进了江家，里3层外3层都是亲戚，一个个看热闹一样盯着我看。江爸江妈都穿着干净衣裳，一副老太君的模样，绷着张脸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欠了他们家多少钱。江晴晴的弟弟正逃着，猛地一下窜出来，张着手就要红包。我抽手给了2000，这才带着江晴晴进了屋。江爸先开口，晴晴是我们家的老戴，也是整个柴柱子村最出息的大学生，80万就想娶我的宝贝闺女，没有的事。江妈唱白脸，哎呀，老头子这说的什么话？咱晴晴好不容易带个喜欢的人回来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伤感情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就说晴晴这模样，放在哪不出挑，非要便宜了他这小子。要我说100万，否则商量也别商量。爸，江晴晴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喊了一声他爸，又凄凄爱爱地住了嘴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跟他爹妈一条心，我就是个提款机。沉默了一瞬，我直接开口，叔叔阿姨说的是我考虑不周了，100万就100万，只要能跟晴晴在一起，我愿意说服我爸妈出这个钱。这话一出，江爸江妈顿时高兴起来，脸上的褶子快要耷拉下来了。快上菜，别饿着我们家好女婿。江妈再没有刚刚的冷淡，直接下地张罗吃食。7大姑8大姨也从震撼中回过神来，七嘴八舌地夸着江母有福气。江晴晴怕我生气，瞅着我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哄我。何超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上来就说这事，你别生气。原来他还知道我会生气。我咬了咬牙，装作深情款款地回他：你说的什么话？晴晴，我离不开你，所以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这点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江晴晴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的胃口远不止于此。彩礼、车子、房子，这才哪到哪。有了承诺的彩礼，江晴晴老实了好几天。不过我对她的人品已经看透，轻易不肯再相信她。生日前1天晚上，我趁她睡着，偷偷解锁了她的手机屏幕。江晴晴微信里有一个闺蜜群，我点进去的时候，就看到里面还有2个人在聊天，都是江晴晴的大学舍友，好像一个叫刘雨欣，另一个叫徐乐乐。不巧的是，他们聊天的内容跟我有关。我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，最开始是女友发的小星星图片，还有配文：我男朋友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你们敢信？其余闺蜜纷纷冒头：哇靠，极品啊！我男朋友前2天送了我一只鳄鱼皮包包，都被我一顿好骂。你家这位
要我说，还是晴晴脾气太好了，换我直接扭头就走，分手 goodbye。什么人呐，这是？所以说，找好男人就好像十里淘金，真是太难了。就这还不分手，留着过年。抱抱晴晴，改天姐给你介绍个年下弟弟，人贼帅，活好钱多，腰软心野。哦耶，带我一个。江晴晴也跟着她这些闺蜜嘻嘻哈哈，几次歪楼，最后又拐回主题。我在何超面前一直走的温柔知性的人设，直接伸手要的话，怕太难看了。姐妹们可要好好帮帮我，等我过生日那天，帮我骂他一顿，让他知道我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保证把他翔都骂出来，10级黄牌威力，绝对让他后悔投胎到这世界上。敢欺负我们晴晴，不想活了，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扯着嘴角冷笑了下，把微信群里的消息录屏，又将手机放回原位。周日晚上，我和江晴晴一起去了预定的餐厅。江晴晴的闺蜜跟没见过世面一样，在大厅里摆着各种姿势拍照，招引的路过的客人纷纷侧目，偏偏他们不知道收敛，嘻嘻笑着，自以为吸引了有钱人的注意。我在一旁等了半个小时，才带着他们一起去了包间。徐乐乐一坐下来，就不由得感叹了句：别的不说，这家餐馆的环境还凑合，不过比不上我上次吃的米其林。我和男朋友2个人就消费了2000多。刘雨欣附和着夸了几句徐乐乐的男朋友，这才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，递给江晴晴。晴晴，这是我花了1000多给你买的小丝巾，国外某秀场的纪念款。还有我，迪奥蓝调香水。几个小姑娘七手八脚的把礼物堆了一堆，我也趁机把装满星星的玻璃瓶堆了上去。刘雨欣眼尖，装模作样的怪叫了一声：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晴晴，你男朋友只送了你1罐星星？我靠，真的矮想当初上学那会儿，有个喜欢我的男生送我这种纸折星星，我直接上去就是2个大笔兜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没想到晴晴你男朋友是这款的，拜托，这玩意儿真有人拿得出手？也就晴晴你性子绵软，换成我直接转头就走，笑死，送这种礼物纯恶心人。听到这些话，江晴晴的双眼红红的，直接摆了摆手，装成一副无辜的模样。你们别说何超，是我不配。喂，我说何超你怎么回事？得到了就不珍惜，恶心人也不是这么个恶心法。看着义愤填膺的一张张脸，我的目光落在江晴晴身上。晴晴，你也觉得受委屈了吗？江晴晴咬着唇不说话，显然算是默认。她的态度直接让我连最后一丝脸面都不想给她留。我的目光一个个扫过在场的几个年轻女孩，她们穿着靓丽，充满着青春活力，可惜太过拜金，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真心。你们说我对晴晴不好，请问你们的男朋友会不会花100万娶你们？几个女孩都瞪大了眼，江晴晴的脸也一下子僵住了。我目光扫过她，我自认为对江晴晴不错，这2年花在她身上的钱不下几10万，衣服、包包、奢侈品、手机、电脑，但凡别人女朋友有的，我都会给她买。可即便是这样对她，她还是不知足，想要我把我婚前的房子过户到她的名下。因为我的拒绝，她又盘算着卖了我父母出钱买的房子，就为了把婚前财产置换成婚后财产。我倒是不知道，我在你们眼中竟然就是个蠢货提款机。即便这样，我也认了。谁让晴晴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，心里充满了不自信。只要我是她的男朋友，
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，我都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小仙女，我高攀不起。我直接抓起装满小星星的玻璃瓶，一下子摔在了地上。小星星怎么了？小星星恶心，你麻痹呀！随着玻璃裂开，里面的小星星洒了满地，在最中间的位置露出一辆奔驰汽车钥匙来。我捡起钥匙，目光冷冷地扫过几个女生。为了哄晴晴高兴，早在10天前我就为她定制了一台奔驰 GLC。不过现在想想，江晴晴说的没错，我也受够了。我们分手吧，求婚作罢，彩礼作罢，誓言作罢，所有都作罢。在场的众人噤若寒蝉，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我直接拎着车钥匙就走。等到快步走出餐厅大门时，我只想喊一声爽，早就想骂他们一顿了，一个个傻逼似的。难怪江晴晴也一切朝前看，一群脑残凑在一起，都凑不出一个正常大脑来。要是我再跟他们混在一起，怕是也要变脑残了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新提的奔驰车就停在楼下，我直接上车，一踩油门离开这个是非地。江晴晴一开始被我骂懵了，等她回过神来，才听到一个闺蜜讪讪地说道：“我刚刚听说这家餐厅人均餐位费上千，能请咱们在这吃饭的，总不至于抠到买不起礼物吧？”她越说越小声，因为江晴晴像要吃人一样正盯着她。都是你们说话那么难听，惹我家何超生气了。她朝着几个最好的闺蜜吼道。徐乐乐吹了吹指甲，翻了个白眼：“还不是你自己做媒的，你也没告诉我们他愿意出100万彩礼啊。”“是啊，晴晴，别看我男朋友对我好，10万彩礼都不肯出呢，你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姐妹们，咱们走。”她自己说男朋友不好，我们替她出气，她反倒委屈上了。几个闺蜜搅黄了我和江晴晴抢先更新和巴士微信公众号，像个没事人一样离开。江晴晴气疯了，不敢相信平时捧着自己的闺蜜居然对自己落井下石，被我捧习惯了。两人吵架，江晴晴总会等着我回头哄她，可接连10几天没有我的音讯，江晴晴有些急眼了。她酝酿了好久，终于设下脸面给我发道歉短信。她用词扭扭捏捏，言下之意就是那100万的彩礼不要了，只要我肯跟他在一起，他可以说服父母把彩礼降到80万。真是笑死，他也不瞅瞅他是镶钻了还是咋的。80万抢钱也不是这么抢的。我直接删除拉黑一条龙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大概是因为在我这边碰了壁，江晴晴怒而发帖，控诉我是个渣男。她在网上哭哭啼啼的哭诉，之所以会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曾以职务之便猥亵了她，她太害怕，只能答应我的交往请求。帖子一出，事情持续发酵，就连周围的同事们看我的目光都带了些异样。我让律师给江晴晴发律师函，谁知道他又向网友哭诉，说我威胁他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懒得再留情面，直接把他发的帖子实名发了出来。除了他对我的诋毁截图，还有搜索截图以及餐厅包厢的还原视频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哪是处对象，这分明是把我当成了提款机。网络上的舆论一下子翻转过来，从探讨高价彩礼的不合理性，到生女发财脱贫致富的美丽畅想，还有论结婚的不必要性。网友的话可是比我犀利得多。一时间，江晴晴成了那个被人人喊打的对象，甚至有人开玩笑一样发私信给她：100万买你余生80年。1年就是12500，一天35块，1小时1块多。
先来2小时体验体验。他亲手为自己贴上了天价，别人也直接用他的方式物化了他。江晴晴受不了网络暴力，直接删号走人。曾经付诸在我身上的网络暴力终于散开，他也终于自食恶果。发生这件事唯一的喜讯就是我爸妈再也不逼着我结婚了。爱情是水到渠成的事，我更希望能遇到一个愿意心疼我、爱护我、与我相濡以沫的妻子，而不是时时刻刻把我算计到渣也不剩的恶魔。我很庆幸在结婚前夕认清了女友的真面目。爱是付出，但对等的回报才是长久之道。在听说江晴晴的消息，是他爸妈正逼着他相亲，彩礼100万，配奔驰车，婚房自备，但凡条件低一点，他爸妈都看不上。我养大了他们的胃口，也让他们在整个村子里扬名。现如今，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江晴晴被人甩了，80万女婿也成了泡影。一个男人只有10块，肯为你花10块，那是真爱。一个男人身家1000万，哪怕为你花100，也不值得被爱。我祝他能找到那个愿意为他花10块的真爱。至于我，身价1000万，果然不配得到真爱。不过，财富自由的感觉真清爽，我也会一直单身爽下去，直到在对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。我不惧付出，只要他值得被温柔以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